在我们前面的单元里面呢，已经有使用过变数不过却没有提到有关生命周期这件事情那是因为在所有的函式里面都具备有宣告变数的能力，那因此呢，在不同的函式里面呢，就有可能会使用到相同的变数名称。在我们现在目前的案例里面，有使用到的变数名称包含有这个 IJK、SYZ 甚至是 ABC 的部分经由这个函式所宣告出来的这个变数名称通常都只能使用在这一个函式的程式码区段里面通常我们会把这些变数就叫做区域变数当我们这个执行的程式呢进到这个函式的程式码区段，当它执行完毕离开的时候，就会丧失对于这个程式码区段里面的这个区域变数的存取权利。好，通常我会把这些变数把它称作为说它的生命周期已经结束因此呢，通常我们需要有一种变数，它可以贯穿在所有的这个函式之间它在这些函式里面都可以被存取，都可以被使用。我们通常会把这种变数叫做为权益变数。那它的生命周期呢，通常都是从它被宣告的时候一直使用到这个程式码结束为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要观察并使用权益变数在这里面呢，我们会去设计一个变数名称叫做 number 并且把它指派为数字255。接下来我们设计一个制定函式叫做 function one。这个 function one 里面呢，就试着把这个 number 把它印出来不过这个地方比较没什么问题接下来我们再去设计一个制定函式叫做 function two。只是呢，在这个 function two 里面呢，我们额外的再去宣告一个 number 变数，并且把它指派为数字65536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权益变数叫 number接下来有一个区域变数在 function two 里面也叫做 number 那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 number 印出来了，它基本上它会以在这个程式码区段的 number 为基准它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去读取外面的这个 number 了。好，接下来我们再设计一个制定函式叫做 function 3。这个function 3呢，我们希望在这里面的这个 number 能去直接存取外面的权益变数这个 number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在这里面呢，它有一个独有的关键字叫做 global 当我们要去使用这个 number 指派为100，如果说单纯去下达这样的指令的话，它会认为什么？它会认为说你现在是宣告一个 number 并且指派为100就是它会变成是区域变数如果你希望它是一个全域的状态，你要去改变全域的资料的话，记得在它之前一定要跟它讲，我现在有一个 number， 它是一个 global 的状态它的关键词叫 global global number。接下来呢，你对这个 number 的操作就是权益变数的操作就不是区域变数的操作接下来呢，我们就试着在入口函式 NIN 里面把每一段function one、function two、function 3里面的变化把它印出来。好，我们就直接在电脑上面直接进行操作。这里呢也是让我们在档案总管里面再去新增一份文件叫做 ES12.py。好，那首先呢，因为我们现在要去观察我们这个权益变数所以首先呢，我们先宣告一个 number 把它叫做呢255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去 define 一下，我们来设计一下我们这个 function one。好，那在 function one 里面呢，我们就直接先把这个 number 把它印出来number 等于我们的这个 number。好，很单纯的就直接把它印出来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 function two 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也要把这个 number 印出来直接把它复制下来好，只是说我们现在对这个 function two 里面也是在宣告一个 number。这时候这个 number 呢，我们把它叫做65536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观察的是说，在 function one 里面所印出来的 number到底是哪一个 number 在 function two 里面印出来的 number 它是属于哪一个 number 这个就变成要自己下去做观察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再 define 一个 function 3。好，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两行再把它复制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 number 是100，只是说我们希望呢这边的 number， 这个时候他会认为说你是在function 3去宣告一个 number， 并且指派为100。可是我希望做的事情是，它能在这个地方去改变我们外面的这个 number， 把原本的255改变成100。那它应该要怎么做？在这里面要做的事情呢，是你必须要把 global 关键字跟它讲，我们需要有一个 global， 然后呢把 number 给它。好，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知道这个 number不是去宣告一个新的 number 它不是宣告一个区域变数在里面去做使用，而是它要去使用的 number 是全域变数。好，我们现在大致上都已经完成了好，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也是想设计一个入口函数。好，在这个入口函数里面呢，我们要去让它去执行我们的这个function one。好，以及呢执行一下我们这个function two。好，然后也是想再执行一下我们的function三。最后不要忘记我要找个地方去执行我们的入口函数 NAIN。好，这样就完成了。这整支程式码就这样子。好，来我们执行一下并观察，按下 F5。好，首先呢，第一个function one它被执行的时候，好，它进到这个地方，好 ，print 这个 number， 这个 number 是谁？这个 number 呢，它没有其他人哦，它就是全域变数上面这个 number， 所以呢，这里印出来它是什么？它就是255。好，接下来呢，在function two它被执行的时候，function two它不一定是照这个顺序哦，不一定是照我们程式码顺序，它是照我们在主程式的程式码区段的顺序下去做执行的。好，所以在function two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 number 等于6536，这个时候6536并不是只派到全域变数上面，它只派到谁身上？它只派到它自己所宣告出来的这个 number，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number 是6536，这个时候它的 number 是6536。好，接下来在function三的时候，它会再把这个 number 再把它输入进去，只是说它希望这个 number 上改变的是 global 的 number。好，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现在眼睛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每一次的异动把它印出来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 print 我们的这个 number， 再把这个 number 印上来。好，那为了要呢去标示出来哦，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打这个 NAIN。好，就是随意写的哦。来 function two 跟 function 三各执行一次，在这个地方它会变成说 function one 它应该把什么东西印出来？它会把255给印出来。好，接下来呢，它会把目前在主程式上面看到的这个全域变数的这个 number 把它印出来。接下来经过 function two 它会看到一个 number 值，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把主程式上面的这个全域变数的 number 印出来。好，看一下 number 有没有因为在这个地方变成6536，有没有被它去做修改。好，最后呢，这function上再执行一次。好，function上执行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用的是有带 global 的。有带 global 的，所以当它去改变了 global 的值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 global 会不会有所异动？好，来也是一样，我们快速的执行一下哦。好，所以呢，首先在 function one 里面，它印出255，在这里印出255，它基本上就全域变数255，这没什么问题。接下来呢，在入口函数这个地方，它再去观测一下我们全域变数的这个 number， 确实是255。好。接下来这个是 function two 里面的65536虽然它也是叫 number 然后呢，当它指派完这个6536之后，当它回到我们的主程式看一下，主程式还是25，它并不会被修改因为呢这个 number 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区域变数里面的 number。好，那在function三里面呢，function三里面这个 number 我们有先跟它定义跟它讲说，我这个 number 只派100，可是呢它是去global 里面的这个 number 下去做操作，所以它把 global 的 number 设定为100的时候呢，当我们回到主程式去看一下主程式里面的 number 就变成100。好，这个呢就是这个有关区域变数及全域变数上的这个操作那这个地方呢，主要就是要去了解一下有关生命周期的使用。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